美国曾在航空航天拥有制高点，美国的航天飞机曾让苏联人羡慕。由于美国对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使得美国航空航天的进步缓慢。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迎头赶上，甚至进行了超越。美国总喜欢观察关注他国的传统，这次美国想看中国军工的发展，却什么也没看到。日前，中国军工又公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首飞成功。公布这个消息的重点不是我们掌握了美国多年前的技术，而是我们进行了技术性超越。应用这种技术的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航天飞机搭载大推力火箭垂直起飞进入太空，完成任务后再入大气层，水平降落在预定跑道。但中国军工提到，这次首飞是原创性的，没有对美国进行抄袭，是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研发出的应用。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子集。试验成功是一个亚轨道超高音速的终端飞行器，它对应的是前端用来启动终端飞行器。首飞成功的前端就是垂直发射升空的大火箭，而关键技术在飞行器的爆轰发动机上。爆轰发动机必须在接近2到3倍音速才能真正启动。如果此次是爆轰发动机成功试飞，那或将有无限可能对现在很多所谓尖端技术进行降维打击。由于过于先进，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这种技术不便向美国展示，怕美国有酸葡萄心理，不知又要说中国什么话。只要中国有进步，美国就会炒作中国威胁论。如果是美国的这种逻辑，苏联解体后，貌似美国威胁世界好多年了。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可被用于军事领域，如果这种运载器上载有武器，1小时内就可以将武器飞到地球任何地方。这种运载器进入亚轨道后，虽然可以被卫星看到，但对其对变轨性就很难处理了。目前还没有对这种运载器有合适的防御措施。近日，据外媒报道，拜登对海地求助一事有拒绝之意，表明暂时不将向海地派遣美军提到日程上，而且联系此前美军将从伊拉克撤军，颇有将兵力集中进行全面备战的趋势。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这里面有大学问。那么美国的真正意图或是什么？此前，据环球网报道，白宫已经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美军将要从伊拉克撤离。另外，据知情人士分析，美国这次撤军并不同于阿富汗撤军事件，美国和伊拉克商谈实际的具体时间，这很明显是有计划性的策略。而美军将撤离伊拉克之举也是很微妙。众所周知，伊拉克的局势并没有阿富汗那么凶险，其局势还是相对可控的。诚如美国所言，其撤离阿富汗是史属无奈之举，那么将撤离伊拉克也是被逼无奈。受经济形势的压迫，美国此举或是被逼无奈，不得已实行的重大战略调整，但也不排除这是美国的军事策略，其背后另有所图。对此，据国际人士分析到，美军集体回笼或将准备下一步棋，美国这是在憋着坏呢。只有撤军集中兵力，才有更大的能力能与中俄对抗。而此前就撤离阿富汗来说，美国一直上演着苦肉计，在国际上宣称自己也是受害者，美军卷入纷争也因此损失颇多。而美军撤离阿富汗并不是本意，只是受其局势影响，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除此之外，美国还多次运用连环计。就海域纷争来说，其指使小弟进行轮番骚扰中国，以期达到多国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自己作风渔翁之利。事实上，这并非没有道理。前苏联继撤离阿富汗后攻打中国，而美国这很有可能是在效仿前苏联的做法，避免在阿富汗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进一步养精蓄锐，为下一步计划实行提供可能。近日，拜登的一番话侧面加大了可能性。据有关媒体报道，拜登对外宣称目前不考虑向海地派遣美军的问题，但明明此前愿意向海地提供帮助，而在其寻求帮助时，美国却采取踢皮球态度，这很让人不解。而美国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反悔，美军真的如此不堪重负？其军事形势已到达如此紧张的局势，无论美国是真的军事困难还是其他目的，中国都应该有所警惕。就目前的局势来说，中国所处的境遇越来越难了。这段时间以来，美明里暗里不断敲打中国，其部署的趋势大有围堵中国之意。而美国这次的撤军行动，假如真的是准备全面收缩，中国要小心，警惕美国下一步行动，提前做好万全准备，将所有的阴谋扼杀在摇篮之中。说起美国的作风，除了一些甘愿为美国当马前卒的国家之外，
想必没有其他国家能说好了。美国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球横行霸道。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经常把一些航母军舰以及军机开到其他国家的领空和海域，耀武扬威地炫耀军事实力，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厌烦，而中国就是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在打压中国的时候，不是只有军事干扰是美国的重要选项。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美国政府近日联合英国等西方盟国，对中国发起了所谓的网络攻击的谣言。他们诬陷中国在幕后操纵网络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安全局还声称持有中方支持网络黑客进行攻击的证据。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将微软服务的网络攻击公开归罪于中国，声称这些黑客必定与中国有关。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狂言，美国面对这样的行为可能会采取适当报复的行为。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种污蔑其他国家来掩盖自己的恶行的行为是美国常用的老把戏了。长期以来，美国利用黑客组织对我国一些重要的网站进行漏洞破解、扫描攻击等行为。2020年8月至10月，美国一直持续对我国公关网站进行 SSH 暴力破解。直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可能存在网络恶意攻击。所以说，美国这样做就是怕自己的恶行暴露，对中国开始了恶人先告状。中方没有追求责任，他们却反咬中国一口。对此，中方驻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欧盟使团大使一致对西方这些恶习作出回应。他们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向来都在维护世界网络的安全，从不存在所谓的网络攻击行为，反倒是美国一直被其他国家指认为网络安全的破坏者、窃取国家机密的盗窃者。中方从没有出现过先例，反倒是美国出现过被指认存在获取盟国国家机密文件的行为。众所周知，如今美国一再针对中国，破坏中国稳定发展的局面，所以美方现在造谣中国网络安全侵害，只是对中方无端的抹黑，是美国阴暗的计谋。他们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可耻的行为。中国做事一向坦坦荡荡，从不存在所谓的攻击行为。中国大使的话已经戳穿了美国的心思，所以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出这是美国对付中国的计谋。美国应该停止这种狡猾的计谋，早日清醒过来，因为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如果非要对中国恶意攻击，必定吃不到好果子。日前，俄罗斯曝光了一架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的粽子机，据说是新一代隐身轻型战斗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款战机将在莫斯科航展正式亮相，它将是俄罗斯继苏57以后第2款隐身战机。而且这款战机主要面向国外市场，它将会是美国 F-35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推出隐身轻型战斗机早有消息，俄罗斯媒体曾经访问米格公司高层时，就拍到办公桌上的一架飞机模型，正是一款单引擎隐身战机。热心军迷根据这个模型，在分析这次曝光的隐身战机，发现它和模型飞机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款轻型隐身战机机头部分与美国波音以前参与 GSF 即现在的 F-35项目竞标的 X-42验证机很相似。它的进口道有2部分，一部分是左右两侧，一部分在下颚，好像是一个咧嘴笑。这款战机的进气道设计已经比苏57直通导发动机的进气道高明很多，它利用机头遮挡了发动机的叶片，有效减少雷达发射面积，而苏57的进气道直接能看到发动机叶片，不利于雷达隐身，一直被诟病。俄罗斯这款轻型隐身战机动力系统估计与苏35、苏57一样，发动机型号为 AL41， 单台最大推力超15,000牛。只有轻型隐身战机飞行重量低于15吨时，它的推重比达到1或以上，这样就容易实现超音速巡航。另外，俄罗斯发动机传统技能矢量喷口技术，让本身就机动非常灵活的轻型战机机动能力更上一层楼。理想一点推测，这款轻型隐身战机机动性比苏57和苏35更强，未来几年内就有可能看到这款战机大秀高机动，非常期待。俄罗斯航空集团称，这款隐身轻型战机最大起飞重量为18吨，基本达到了中国的歼10和美国 F-16最大起飞重量19吨到20吨这类单发多功能战机的水平，远远超过真正的轻型战机枭龙。当然，它和 F-35肥电31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差快1倍。如果单从单机空战作战能力来看，俄罗斯这款轻型隐身战机应该远强于 F-35肥电。轻型隐身战机基本上地位是一款战斗机，兼顾多功能作战，而 F-35是攻击机，兼顾空战。当初 F-35被称为联合攻击机，主要作战地位为对地攻击。前文说过，这款轻型隐身战机机动性很有可能超过苏35和苏57，
而 F-35的机动性的确堪忧，气动设计不适合高机动，它的翼载荷太低了，甚至不如某些追求高速的第二代战机，全靠发动机推力大。目前这款战机是俄罗斯企业自费研发，主要针对外国市场。光从尺寸和作战定位来看，这款轻型隐身战机吸引力、实用价值比美国的 F-35要高，加上俄罗斯战机价格一向比美国要低，据说重型战机苏57都不用1亿美元，而轻型战机价格低于重型战机，说不定这款战机6到7千万就可以买到手了。